如果你经常跨境通勤，肯定听说过关于乌兰关卡扩建的新闻，也可能满怀期待。然而到了2026年，你的出关效率真的变快了吗？还是每次通关依然堵到怀疑人生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扩建工程还没用上，乌兰关卡跑的依旧是老系统。对于每天需要过关的上班族、货运司机或跨境游客来说，45到60分钟的排队时间依然是你再熟悉不过的经历。特别是在春节或长周末的大量人潮时，排队感真的完全没有轻松过。这是一场让人焦虑又充满期待的故事。乌兰关卡扩建数倍的计划已经启动，但这还不是一个已经成功的工程，而是一个正在通过时间铺垫的超级项目。一边是看得到的堵车，一边是跨越未来的愿景。如果你曾期待乌兰关卡腾飞，那今天的现实或许会让你有所失望，同时也更加好奇背后发生了什么。乌兰关卡扩建计划可不是简单的翻新或修缮，而是一次全面换代。这次扩建的核心是通过数倍扩建规模来彻底提升效率。官方公布的规划显示，现有乌兰关卡占地约19公顷，而扩建后将达到约95公顷，是当前面积的5倍。这项工程已经开始动工，预计2032至2035年全面完工，整体的周期将超过10年。至于高峰期通关时间，扩建完成确实有明确目标，从目前动辄45到60分钟的排队时间，缩短至仅15分钟。然而这些改变并不是2026年就能实现的，在当前这个节点，乌兰扩建还处于工程的早期阶段，主要完成地块整合和基础建设，没有任何实际的扩建设施投入使用。也就是说，通关体验还未发生结构性的改变。2026年感受不到效率提升是正常现象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扩建计划真正的目标是通过时间铺平新马未来的出行，让国际级别的人流流动更顺畅。究竟乌兰关卡扩建代表了什么？为什么值得投入如此巨大的财政预算和长达10多年的施工期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新马之间的人流物流产业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经济纽带，而这种跨境流量只会持续增长。举2个数据，2024年的乌兰关卡日均通行量已达约32.7万人次，节假日峰值突破37万人次。根据预测，到2050年可能接近日均40万人次。如果关卡设计和通行能力停滞不前，未来几十年将面临常态化的拥堵危机。从国家战略层面看，乌兰关卡的扩建不仅是解决拥堵问题，更是为未来的新马经济走廊重新整理底层逻辑。它将直接影响人员流动、货物运输和产业链的效率。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仅关系到通关体验，也将决定两国之间经济协作的深度。可以说，乌兰的扩建目标看似只在解决交通问题，实际上是在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未来的发展重新定义跨境秩序。这场关于效率的工程看似宏大，其实对每一个普通人都会产生具体的影响。一位每天跨境工作的上班族可能会发现，升级完成后，以往每天消耗在排队上的时间将大幅下降，通勤压力得以缓解。长期来看，这种变化可能让更多人愿意选择工作新加坡的跨境双城生活，尤其是考虑到柔佛房价与消费成本的优势。对于跨境货运和生意人来说，这则是更直接的现实。乌兰关卡涉及货物与零部件流转效率，物流的通畅直接影响资金流的周期，这意味着关卡效率的提升将变成企业利润的新驱动力。而对于普通家庭而言，工作的与居住地的选择将更具灵活性，一个更加便捷的跨境生活方式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普遍选择。这不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，而是一场从通行效率生活模式到经济活动流动的全面变化。虽然乌兰关卡的扩建还在规划的早期阶段，但2026年其实已经有新变化在倒计时中，这就是新马捷运 RTS， 它属于另外一条解决方案，通过分流来减轻关卡的压力。RTS 预计将在2026年底或2027年初通车，将彻底改变跨境短途交通的现状。这条捷运的最大亮点是单程耗时仅约5分钟，每小时单项载客量达1万人。RTS 和乌兰关卡看似是两条不同的项目，但本质上他们服务的是同样的目标，提升新马通行的未来效率。RTS 捷运负责分流当前的跨境压力，而乌兰关卡扩建则是从根本上进行效率重生，两者共同协作，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向解决跨境出行的挑战。如此雄心勃勃的项目显然也伴随着争议。扩建的工期足够漫长，跨越10多年意味着许多人可能在工作生涯内都无法体验到最终的成果。同时，施工期间不可避免的会对周边地区带来短期冲击，比如交通压力或居民生活的不便。
此外，公众还对扩建目标的实际效果提出疑问：这套系统最终是否会以方便普通人为核心，还是更多服务跨境资本与商业利益？这些问题或许是乌兰关卡扩建计划中必须面对的现实，但同时关于效率提升的期待也让这个工程变得更有意义。我们都在等新加坡是否能创造亚洲纪录。2026年的乌兰关卡没有变快，但新加坡已经把未来30年的路一次性铺设好了。这场关于效率的超级工程，既让我们看到了战略雄心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等待的挑战。如果你每天都需要跨境，你会觉得这样规模庞大的项目值得期待吗？在你看来 ，RTS 捷运和乌兰关卡扩建，哪一个对你的生活更重要？你会愿意用10多年的施工期，换取未来数十年效率与便利的红利吗？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讨论乌兰关卡扩建能否刷新亚洲纪录，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新马经济走廊的未来发展。如果你期待更深入的分析，记得点赞并分享这期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